兵器乱泄，剑意不减，杀意更强。苏家主，你这是走火入魔了。看来在你心中，我那小师叔很重要。叶瑶，我会杀了你。哼，就凭现在的你，方才你中了唐灵皇那一掌，接下来我们无需动手，只需要半炷香的时间，你就会毒发身亡。可你毕竟是苏沐雨呀，是能颠覆暗河和影宗的男人，只要让你离开这里，以后发生什么都很有可能，所以就死在此处吧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副模样啊，小沐雨。老师，小昌河怎么不在？他若是看见你这么狼狈的样子，一定会先大笑几声，然后把这些人都给杀了。你是谁？鬼医夜鸦，药王谷的叛徒。你竟然敢把未来的唐老太爷练成药人，惹上唐门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！杀了他们！炎魔掌，要追吗？不必了，因为就算追上，你们也会被他杀死。真是狼狈啊，小沐雨。穆家的假术士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躲躲藏藏了。你是谁？你是？是我，许久不见呀，穆清扬。你去过望城山，见过你崇拜的那位剑仙了吗？你是藏书楼的楼主，苏云秀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只是离开了暗河，他们追踪不到我的下落，便只好说我死了。可我是苏云秀啊。我可是苏沐雨和苏昌河的老师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去死呢？为何你的容貌一点变化也没有啊？是啊，为何我的容貌没有任何变化呢？松雨，你来了，神医那边。神医无碍，我来接你回去。太好了。小沐雨，你见到老师没有死，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，为何没有展露一丝的喜悦之情呢？他们说老师你死了，后来我和长河去查过，但我没有90%把握是你逃走了。还有1成呢？还有1成是你换了身份，重新藏回了暗河之中。不愧是我的弟子。不过小沐雨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不冷静。所求为何啊？我们的好友，药王谷神医白鹤怀，因为掌控了对方的秘密而被对方重伤，并且必须要其性命。苏沐雨为了救他，也受了重伤。如今，白神医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疗伤，所以苏沐雨便假装白神医已死，想要复仇。
这才能够调虎归山。假装愤怒至极，可我明明看你是真的愤怒至极。老师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并非假装。不够，还不够。是我的愤怒还不够吗？不，是你给的理由还不够。你喜欢他？是，我喜欢他。太好了。为何是太好了？因为终于有人让苏沐雨学会说喜欢，这很好啊。这里便交给你们了，我去看看我们那位苏家主。好，这便是所谓的影宗啊！凭此实力还想指引暗河，愚蠢。这是穆家的宝物，天音九转琴。之前我回宗门苦寻多日未得，原来被他给随身带在身上。你果然还活着呀！你这个叛徒，身为穆家之人，竟与苏家人行事。白痴！暗河都已经变天了，你还在这苏家穆家呢？你已经被洪流抛下了。死吧，和那死去的旧暗河。我还剩最后一剑，而你必死无疑。爷爷，两位叔公，来了。是责怪我来晚了。你二人便是暗河现在的掌事人？哼，看起来很是年轻啊。暗河大家长苏山河，见过三位前辈。旁边的这位是苏沐雨，是如今的苏家家主。敢问前辈们尊姓大名？谢必佑、穆福生、苏子言。你们姓谢、穆、苏，
是暗河3家之幸。你们是？他们听了我们的姓氏，很是惊讶呀。不错，我们和你们暗河那3支，本就是一脉而成。当年，我们的先祖，有些人去了江湖，而有些人则留在了这里。我们3个人，就是留在这天启城这一脉的后人。是你们的先祖罢了，并不包括我们2人。我与昌河皆是无名者出身，身上并未流着3族的血脉。暗河3家已经被你们这些外族人掌控了，难怪你们会闯到这里，要与我们影宗作对。哼，新旧更迭，本来就是这世间的规矩。哎，年轻人，你们今夜来此，是要闯这万卷楼？是。哼，可这万卷楼没有金银财宝，也没有武功秘籍，只是藏着那天下的隐秘之事。你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既然藏着天下隐秘，自然也包括暗河的隐秘。你们想毁掉万卷楼？是又如何？不仅要毁掉万卷楼，也要斩断影宗和暗河之间所有的牵扯和关系。看来，开国时期，先祖想用影子来守卫天下的愿望，终究是破灭了。早就破灭了。暗河和影宗早已不是守卫天下的影子，而是站在阳光下的那些人，争权夺利的棋子。可斩断联系，就凭2个无名者吗？凭我足矣。18禁阵，那便让我来会一会。荣幸至极。哲叔，影宗的人全部退走了。应该是发现他们的老家挨我们端了。既然真子的话，这场戏就没得必要演了。王爷这个列国剑法着实厉害啊！苏哲先生的天魔16舞更是凶险，我也很多年没有这么痛快的打上一架了。那这场戏就演了这个嘛。但这场争夺的最终结果，还是要看天启城里面那2个兄弟了。嘿嘿，哎，王爷，要不要抽一口啊？苏先生客气了。嘿嘿，那就吃颗话梅嘛。哟，没得了，刚才的一剑全部打碎半个了。哎呀，可惜了。哎，先生是个有趣的人。画眉配烟，4脚朝天。哎，大师妄言，明明是法力无边呐！阿弥陀佛。
算你挡住这最为锋锐的傀儡刀丝，挡住这世间唯一无刃的兵器，挡住被瞬间切成8块的命运，又如何？你现在用炎魔掌，还有一丝生机。对付你这么个阴阳怪气、不敢正面交手的家伙，不需要炎魔掌。当年的穆家，因为有你我2人，本来是穆家这一代崛起最好的机会。可就是因为你不听师尊所言，我行我素，导致今日的穆家仍旧是3家之中最势单力薄的一家。我只为自己而活，别人打我就打回去；别人要杀我就先一步把他们都杀了。别人要压得我抬不起头来，我偏偏要自己站起来。蝶变天机舞，这样才有意思。竟然真的没有用炎魔掌的武功，就破了天鹰九转诀。我败了。是吗？你败了。我今日才终于明白师父那番问话的意思。子哲，你为何而活呀？为穆家之荣耀而活。我穆子哲要兴盛穆家，让穆家成为3家之首。好。那慈灵，你呢？又走神了啊！慈灵，那你为何而活呀？那当然是为自己而活了。穆家是由一个个穆家子弟组成的。每一个穆家子弟，若是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，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存在，那么自然穆家兴盛，自然穆家能够统领3家。若我能成为暗河最强，那么穆家自然便是暗河最强。风危险，坠入命运的碎屑；雨危险，沾湿年少的心结。俯仰间接了满怀冰雪，几句一幕一声追远，心底的积雪覆盖着你未忘却。简直是无药可救，写过难挨的寒夜，
无药可救。难免两小姐当年师傅问的那番话根本就没有意义。既然没有意义，那都过去几十年了，为何木子哲允许这些人说起那番话时，你立刻就能知道什么？因为那个曹老头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意义，暗河穆家没有意义，杀人也没有意义，只有我穆子陵的存在有我自己的意义。看不出来呀，还是个哲思大家。你这个白痴！怎么样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找到了。这老头怎么处置啊？哎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问你啊？明明我才是暗河之主，要我说，就把他的手脚都砍了，要不然他是不会告诉我们天启城中还有谁盯着暗河。就算你斩断他的手脚，他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杀过的人不少，这样的眼神，应当也见过不少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无趣啊！我不过就是想折磨他一下罢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秉承着最后一点的良知，我愿意听听。是影子，人一生都是影子。影子，若是想走到阳光下，便只能消失。你们终将会失败的。真是无畏气！苏沐雨，今天我们也算是大获全胜，我请你到碉楼小筑上去喝上一杯。我们烧的不仅仅是尹宗，还是明面上的国丈府，得立刻离开天启城才是。影子若想走到阳光之下，便只能消失。那尹宗不再成为尹宗，而拥有了国丈府的身份，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影子到了阳光之下？所以，义卜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不仅是在诅咒我们，也是他现境的写照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内阁放着这些，我没有看。你不是一直不记得小时候的事吗？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。以前的事儿，管他做什么。以后暗河，你我只有明天。殿下，将军，国丈府那边燃起了大火，看样子是暗河影。琅琊王呢？在风小寺遭遇伏击，不过似乎并无大碍，此刻已随青楼使李新月回城了。先退下吧。
影宗果然是废物啊！本还想靠这一次，让影宗和琅琊王一派两败俱伤呢。也罢，也罢，影宗一灭，父皇对琅琊王的忌惮也就更深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我的棋局了。宇哥，哎，到底谁才是大家长啊？怎么一上来都不叫我一声？你们碰上的那群喽啰，如何了？昌黎他们在处理尸体，风小司一事结束了，七刀叔就先回去了。至于穆此林那边，他说他要先回客栈疗伤。等宇哥处理完之后，去给他把毒解了。自此之后和暗河便无任何瓜葛。好，我一会儿便去。喂，本来想先回客栈等你们的，没想到在这儿先聚上了。你又乱来！你这内力都快耗尽了，又要用我不少好药。没有乱来，尽力而为。他可以作证。啊。你的话我可不信。我和雪薇去昌黎那边看看，若是已经处理完成，我们俩就先回本家了。小神医，上回要杀你，对不住。无妨无妨，立场不同罢了，不必介怀，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再会。再会。再会。快滚！不带上你的好兄弟？本就默认你同我一起去。在问卷楼中，我知晓了一些关于吴建成的人和事，得去趟家园。家园？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喝茶？东西都收拾好了？我们出来杀人当刺客，要收拾什么东西啊？狗爹先我一步回南安城了，你们怎么说？一道走，还是回安河？我有些事需要处理，等处理好了，再来南安巡神医。好。下去吧。是。陛下，这么早来寻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昨夜影宗府邸大火，国丈爷义卜被烧死了。义卜死了？是，火势非常大，整个国丈府都烧没了，死伤无数。也就是说，影宗从昨夜起便不复存在了。用做的这么决绝吗？唉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更何况他一直都不喜欢义卜。真的是他做的吗？
昨天有密报传到宫中，说他昨晚并不在自己府中。做得这么决绝，倒不似他的做事风格。可是我们的这个王爷，也和以前很不一样了，不是吗？罢了，说是失火，那便是失火吧，交给大理寺处理一下。遵旨。宣妃那里知道这个消息了吗？今日一早，七皇子殿下便进宫了，现在想必宣妃娘娘也该知道了。为什么暗河会帮助我们覆灭影宗？你认为是我找的暗河？之前他们对我的刺杀都是铺垫出来的假象？不是我认为，是天启城的人都会认为影宗的覆灭与你有关，而你的那位兄长也会这么认为的。那就让他们这么认为吧。可我不认为你会选择这样的方式。所以你我会成为朋友啊？此事与我无关，可以说是义布他自己作茧自缚。暗河的苏昌河和苏沐雨都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他们说要改变暗河，我觉得这不是大话。他们已经斩断了身上所有的丝线，不再是别人手中的傀儡，剩下的枷锁就只是人言与偏见了。可这才是最难的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苏沐雨，苏沐雨，咱们一起去听曲儿啊！苏，啊，此去一别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回天启城。希望再次回来之时，能真正心无旁骛地走在长街之上吧。是心无旁骛的走在月芳之中吧？那是你父亲所想。你这个臭小子，又在开这俗的玩笑。昌河，我们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理想吧？你那也叫理想？别人的理想都是当为国为民的大将军，或者是拯救苍生的剑侠客。你，唉，你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啊。那你呢？你的理想可以被称为理想吗？那是自然。我不仅要带领暗河走到那阳光之下，我更要成为那光芒。好，那我便做你的剑。驾！那我就为你们疗伤吧。要是医不好的话，就只能让我爹给你们搜丝喽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走。这里便是家园了，怎么看起来有些寻常？所谓家园，本就应该寻常，不是吗？哼，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。你不是说很快就会来找我的吗？怎么很快就变成了很多年？是啊，一过便是很多年了。对了，这是昌河，如今的暗河大家长。我是昌河，是苏沐雨最好的兄弟，以后你叫我昌河大哥就行。这是昭言，萧昭言，自小我俩一块在无间城长大。
算是我妹妹。沐雨哥哥，我咋觉得你这像是在做媒呢？我刚刚打趣他，他现在在报复我呢。哎呀，暗河一年赚那么多银子，结果所谓的家园就是一个穷村子，这老爷子未免也太小气了吧？我们这里餐餐有肉，顿顿有酒，怎么就穷了？我看你就是没有见过真正的穷。从这里以外，在17里的那个村子，他们那些人吃顿白米饭就算是过年了。你别理他，穷惯了，突然有钱就这样。哎，什么叫突然有钱啊？你忘了那南安城地下埋了一地的白银？我觉得我们这儿挺好的，不要你的银子。你知道我们这里都住着些什么人吗？我自然知道，都是些和暗河有关，但是又不想陷入江湖纷争的人。昭妍，这里有客人呢。邪墨叔叔，快请坐。昭妍，去给叔叔倒杯茶。好。苏昌河，苏沐雨，是苏家人。敢问前辈贵姓？我与你们同姓，只是我离家之时，未曾听闻2位的名字。按说当时，你们应该已经出生了，但我们却听过前辈的名字——七剑追星苏邪墨，曾经的代号是追魂鬼，因为你可以为了杀一个人而追上3000里。不过，听说前辈已经死在了漠河之外的荒漠里。没想到竟然身处家园啊！我活了下来，只是失去了做杀手的资格。大家长怜悯我，把我安置在了家园，保卫家园的安全。对了，你们好像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们是无名者，但我现在已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而我身边的这位是如今的苏家家主。哦，既然是这样，那这杯茶当由你来喝。那我便却之不恭了，小娜。不愧是大家长，好功夫。我再给师道一杯。既然你们已经来到了这里，就说明老爷子已经死了。如今暗河的掌权者变成了无名者出生的你们，一定是发生了一些大事。那么，你们到此的目的是为了？你放心，我们来这里并无任何目的。萧昭妍是我妹妹，她在这里，也是因为当年我拜托大家长安排的。原来如此。那我便不打搅各位了，告辞。这人还真是有趣啊！他知道了我们的身份，略微有几分惊讶，但是
剩下的就是想离我们远远的。这里的人最怕的就是又和暗河摊上关系。像邪墨叔叔这样隐退的人不在少数。若是将他们重新收回暗河，也是一股可怕的战力。所以他知道你们的身份后，确认你们不是为他们而来，便立刻走了。若是为他们而来，便是会有一些麻烦。哎，不说了。你不是说顿顿有肉，餐餐有酒吗？肉呢？酒呢？自家酿的烧酒，烈得很，你敢喝？千杯不醉。你居然敢在大白天来舅舅府上求降，说明你已经说服了3家之人。是的，爷爷他们已经答应跟殿下合作了。很好，识时务者才为俊杰。义卜若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。而你做了对的选择。从少时起，我便奇怪，为何影卫们可以来去自如，而我们3家却只能守在万卷楼周遭，做他义卜，做他影宗的后院守卫。直到我看见了苏沐雨，我才明白我这些年的不服不愿，到底是为了什么。苏沐雨他不甘心做影宗的影子，难道我便甘愿吗？爷爷他们老了，而我却年轻，而年轻者便是敢于闯出旧天地。大皇子殿下，我愿做一支利剑，等待您松手离弦之日，助我之声名响彻天下。到那时候，再瞧瞧，是江湖木鱼里的剑厉害，还是朝野风云中的剑厉害？好，很好。对了，那一晚，他们2人已经带走了属于自己格子里的那份信纸了吧？带走了。很好。暗河易主之后，义卜就命人将里面的东西都取走了。大皇子给他们的是假消息吗？不，自然是真的，甚至可能比原来的那一份还要更加详细。因为消息是我很多年前从白小堂手中买过来的，那时的白小堂还并没有被琅琊王的势力所染指。殿下为何要帮他们？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帮我了。雨墨姑娘，替我关注一下天启玄武使的动向。我跟他有过约定，不过昨日我去内卫司，他们的人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。如果有他的消息，他回天启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哦，是。什么千杯不醉啊？才一碗老烧酒就醉倒了。昌河有一个神奇的能力，想喝醉时一杯便醉，想清醒时，即便你把整个村子的酒都搬来，那也是千杯不醉。那他今夜为何选择一杯就醉呢？因为他知道，有些话我要和你单独说。什么？我在天启城的万卷楼中找到了当年的隐秘，也知道了吴建成覆灭那一夜涌入城中杀手的身份。是谁？暗河。真的是暗河吗？
当年安和奉命派出杀手就是3名，协同卓玉洛的几名亲传弟子，发动了胡建成之乱。卓玉洛全家上下67人，唯有年幼的少主存活，顺河道逃生，被安和所擒。胡建成少主天生剑体，苏家家主垂涎其天分，故特地安排进入炼炉，以无名者身份培养，以待日后成为苏家战力。安和，是，我一直寻找的罪魁祸首，原来就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。动手的杀手就是3名，存活下来18人。这上面的名单我都看了，每一个是我熟悉的，因为他们都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杀害了。你可以看看。苏邪墨，往下念。苏笑颜、谢水桃、穆天泽，这些人你都熟悉吗？这些人全部都在家园里。明白了。宇哥，你要去做什么？我只是去问些问题，你在这里等着我。里面的人若是醒了，那便让他好好待着。宇哥，放心，总不能昨日还说这里是家园，今日便把整个村子给屠了。苏邪墨住哪儿？村口第3家。好。小心。前辈好雅兴，很多年的习惯了。喝上一壶酒，吃上一碟花生米，是我每日唯一快乐、轻松的时光。我理解。今日见你的第一面，我就猜出了你的身份。你和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格外的相像。我的剑法和我父亲当年比起来，也并不逊色。你的伞是你的剑？我的伞中藏有18剑，这屋里屋外加起来共18人，刚好1柄剑，取一条你们的命。不愧是苏家家主，一早就看中的孩子，居然重现了18剑阵。
你们这些人应该都已经死了，为何会出现在家园之中？当年提魂殿下了这个任务，大家长本意是拒绝的，因为灭掉一个无间城所带来的影响太大，会动摇暗河的根本。但提魂殿的态度很坚决，因此暗河损失惨重。93名最顶尖的杀手，最后只回来了这18人，而这18人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都遭遇到了追杀。没有人能提前知道暗河杀手所接的任务，除了提魂殿。没错，大家长也怀疑是提魂殿和下丹的雇主合谋，要杀人灭口。暗河之中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杀人灭口的事情，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雇主的信息，没有灭口的必要。但那一次不一样，雇主想要的是无间城中那些珍藏的剑谱。当我们的人冲入城中的那晚，他们那些潜入的人正在争夺无间城中的剑谱，而我们两方人马在很短暂的时刻产生了错误的交锋。正是在这次交锋的过程中，我试探出了对方所用的剑法。成剑上9天，龙影落黄泉。没错，是9天剑法。无双城，莫急。此剑一出，天下无剑。可偏偏号称天下无双的第一武城，赖以成名的也是剑。无双城，这个答案还真是令人心寒。为何心寒？因为我的父亲曾称赞过前任无双城城主刘云奇的剑法，对他隐有相惜之意。只可惜，苏公子，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，但我也有一些话想对你说。我们这些人和你没有任何的情感，也不存在任何的愧疚。安和听令行事，你也是一样。所以，今日若你想复仇，我们必定杀你。我若要寻仇，找的也应该是卧道之人，这点我明白。更何况，入了家园，这一生的罪孽荣光都将洗尽，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苏家主，多谢。我们这些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动过刀子了，现在挥起锄头来，可比挥剑来得更熟练。告辞。头，怕他做什么？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杀不了这么个小子？恐怕还真杀不了。18剑战可不是闹着玩，更何况……
什么时候来的？已经来了很久了。刚才我们现身的时候，门外这人就已经动了杀气。如果我们真的动手，他一定会冲进来的。他是暗河这一带的大家长，苏长河。苏长河，有意思。那他身上这股气息是？他练了研魔掌。我听说，这是一门被诅咒的武功，但凡修炼此等武功的大家长，都不得善终。我不相信这种说法，只因我们这样的人，大多都没有善终，所以才显得，似乎每一位修炼研魔掌的大家长，都不得善终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不让你来吗？我喝醉了，没听到。不是让昭妍告诉你了吗？我为什么要听一个小丫头的话？不过既然你不打算动手了，那我们明天去南安吧。为何这么突然？要去南安？刚刚来的消息，你相好的让我们去玩。说原话。苏兄，见信安。吾近日归南安城，欲重开药庄，目前已有良医看病治人，却缺药童捣药揽客。不知沐雨兄可有闲情来暂带几日？若沐雨兄无空也无关系，但切记别把昌河兄带来。邀请的只有我，哪有我们？你一句话，去还是不去？可去，你也一起去。难道在他们那里，你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有用的消息？你觉得呢？这样的生活可真美好啊！暗河的大事已定，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你自己的大事了？狗爹，你又开始胡说八道！我觉得苏沐雨蛮好的啊。暗河里面这人啊，我看他最顺眼。可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，太轻了，感觉很没趣的样子。可能大多数女孩子会喜欢他那样的，看起来温柔，而且长相也很俊秀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我更喜欢有意思的人，比如苏昌河那样。啊？那可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要武功有武功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而且呢，人也很有趣，说的话别具风味，是一个很特别的男人。这个臭小子，你这个臭丫头！